外到内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练内的时候，你会变成什么？你会变成面色没有那么好了，你会变瘦，你会变瘦啊，你的面色也不会那么红。什么原因？好，希望为什么外修功是先内修功？因为你这个还没建立起来啊。外修功就是他讲的用外面的升降气机的升降来建立这个中嘛。因为一般的人里面的气息或者能量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混乱的，它不是有秩序的，是吧？啊，它没有经过规范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用外的有规范的动作来建立这个中，就像我刚才讲的嘛，一堆很乱的，比方一潭水或者一潭泥浆，你要怎么建立那个中？你去搅动它嘛，搅动它外围，然后你寻一个圆的方向搅动它，它慢慢那个中就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从外围混乱的状态下先建立起这个中来，这就是由外而内。由外而内的目的是这个，因为中是一个什么？中是一个根本的，中是一个根本的一个人的能量，所以中医的观念或者中国人的观念是，我们的外面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外显的，都是外面的运用，让别人能看得到的外显的东西。可是外显的东西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里面影响到外显的那个里面最根本的那个。当然，你们这个看到墙壁，看到这些全都是外显的嘛。可是你真正看一个房子，你要看什么？你第一个看它的里面的建材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看什么？看它的设计的结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些东西呢，房子盖好以后，你都看不到，听不懂？那我们认为这里面的东西是最重要的，外面的东西是根据里面的东西而建立起来的。是吧？啊，所以重要的是从外面，我讲过嘛，发现太极是由八卦往回发现太极嘛。你要从现象去发现到那个本质，是不是？否则你不知道本质是什么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去发现它，只有从现象。由现象去归纳，发现到那个本质，然后去建立那个本质，去强大它。建立了以后，由本质发展出，由你自己的本质发展出你自己的什么？你自己的轮子。我是说，请问那个由轮而走，就是从后天回到先天的意思？不是由后天回到，它是形容啊，由轮而走，这个是称为先天，他把这个称为先天。对，这个运作，就我刚才讲的嘛，一团混乱嘛，一团混乱，要怎么找到那个中心？所以宇宙刚开始形成是一团混乱嘛，混沌阶段开始旋转以后有一个中心出来了嘛，所以那个是先天嘛。后来由这个中心产生的能量，它又往外去发展出各种，比方八卦啊、64卦啊，这都是从中心往外发展出来的嘛。所以这个是后天，他把这种过程形容为后天。这样并不是，它就是指一个过程，并不是说先天后天是可以互相来回这样。先天完成了以后，就进入到后天了。
对，它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形成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状态，从混乱到规范，那是先天的时候，然后由规范到发展，有秩序性的发展，那个是属于后天的嘛。任何东西的发展全都是这样来的嘛。这样不懂？老师，你可以用烧跟中央的方法来回答刚刚爸爸问的问题吗？因为刚刚说烧跟根的关系。比方讲，我做这个，我做这个运动，我从这边来运，这是从轴到轮嘛。我用这边的话，它的运动是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中间的这个是什么？中间的这个是这个，是这个啊。所以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做这个。那我的观念是在这个地方，以它为中的时候，我运动起来是这样子的运动。你们看，我做稍微大一点，我的中，我改变我的那个转动，中央的转动，造成这个轮是这样转的嘛。我如果是放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的活动了。我放在这边的话，它变成什么？它变成这样子的活动了。能看出差别吗？在这里的活动的稳定性比较高，然后你会发现，你以这边为运动的时候，你的气血啊，你的气血比较流畅，比较流畅，它不会有激烈的变动。你用这边的话会有，讲不懂？那烧到根呢？比方我们练这个，我练这个，这是烧嘛，我先动这个，到这边了，我用这个来带动这个，看不懂？你看我用这个来带动，你能看出差别吗？就这样子啊。所以当我做导引的时候，是从烧到根，那当我根建立了以后，我在用的时候，我是用根。当我用烧的时候，根不动，就是以外用来讲的话，晓得吗？以内修来讲的话，所以当你八拇掌练熟了以后，八卦这些东西练熟了以后，你的手不需要那样动了，就你在里面动就行了，你在里面动就可以走那个通路了。这就是练习的程序，由外而内，再由内而外。讲不懂啊？所以由这边又通一个什么观念，就是说练拳啊，刚开始由外而内的时候，你需要的营养比较多，你吃的比较多，因为你在用外面嘛，你在外面，可是里面的供养还不够啊，里面本身的供养还不够啊，所以你必须要用什么外来的供养来支持你这个外的活动，听不懂？所以讲这个时候你开始练的时候练得好了，你会长肉啊，长得很好啊，面色也相当好啊，面色红润啊。可是你再练由外到内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练内的时候，你会变成什么？你会变成面色没有那么好了，你会变瘦，你会变瘦啊，你的面色也不会那么红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在练内的时候，你向里去建立的时候，里面需要营养了，所以营养气血都跑到供养里面去了，所以呢，外面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那么多
的红润啊，强壮。第3个阶段，你又变得红润了。为什么？里面建立起来以后，从里面往外发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外的活动的能量供应不是从食物来了，是从里面来了，从中来了。那一般讲练武，它有这3个阶段。你如果是从头走完练传统武术这个路的话，它是有这3个阶段的变化的。听不懂？这也是由外到内，然后由内到外，人产生出来的变化啊。所以一开始人到底是要多吃还是要少吃？所以现在很多人要节食啊，或什么各种节食法。可是你节食，你减少了外在的能量的供养，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内在的能量是不是够？你内在能量不够，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在什么？你在剥夺你内在已经不够的能量了。人家可以，人家达到屁股都不吃或者吃一点点，是人家内在的能量够。晓得吗？你不能看到神仙屁股，你也去学着屁股，你不是他，你里面不够嘛。现在的人大部分是里面不够，气机混乱，就是没有建立起这个中嘛。这个轮字不像个轮字嘛。听不懂？哎，还要问什么？可以说这样吗？因为平常很多人都会说。力量是在里面开到外面，趋势不是里面开到外面，可是我们没有连接好的时候，会有光线，这样可以打开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有连接线，后面不是一定是往外马上往外的，对，是往内线，后面会往外比较好。往内不代表你要压缩，往内跟往外啊，所以一开始练不是什么，不是说要打开里面的空间吗？建立通道吗？那个通道是干嘛？包括八母掌都要建立不同的通道嘛。那是由外通到内的通道，就你要建立那个中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要建立那个中，问题是你这些轮轴你建立起来了吗？由圆心到轮子的这些东西，你建立起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你没有这个东西嘛，没有这个东西，轮跟轴之间它产生不了关联嘛，它们之间要关联也没办法关联嘛。这样不懂？你弄一个水在那边搅，你说啊。漩涡出来了，就是圆心出来了嘛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在混乱的时候，跟你搅动的时候，那个水之间是相连的嘛。这样不懂？这样能听懂吗？从外到内跟内到外。所以你了解这个，因为它是基本的一些这个理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观念。所以你了解这个以后，你会往外，你会连通到很多后来我们听到的很多，你练拳要怎样啊，你练身体要怎样啊，你饮食要怎样啊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用这个一想就懂了嘛。听不懂所以这个不是听过就好，这个要去思考，跟我们你现在的练习的东西，跟你听到的一些，不管是养生的、练武的，还是气功的，还是什么关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应该这样子，不应该那样子，应该这样，好像很乱嘛。
各个角度都有人说对，最后你要拿什么做评断？当你知道那个核心的东西的以后，你当然要用核心的东西来做评断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就是核心的嘛。虽然是简单的轴跟轮，简单的轴跟轮，可是它们产生关联，它们的运转跟产生关联里面的学问就很多。就我说的这边，为什么成神明？神明相辅成阴阳啊，阴阳成四时，我们大概知道四时成寒热，我们大概知道寒热相辅成湿燥，我们大概知道。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的，像前面这个反腐是什么？反腐是什么？我们讲孩子反腐父母，是不是？父母生孩子，孩子长大了以后，父母变老了，孩子反腐父母，这个是一种反腐。可是他这边的反腐是什么？太医不会变老啊，所以是他原来的太医把水的元素加进去了，太医变了，太医的质变了啊。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参悟的东西的啊，还有问题吗？